大家好，我是三耀。为了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深入探索西藏，于是我们把房车变成了氧气房。那现在我们小白胖氧气房里的装备呢，有氧气瓶、氧气袋，还有这种便携氧气瓶。为什么我们没有买制氧机呢？这个最后跟你们讲。先说啊，我们这么多氧气装备，不是为了去高海拔地区每天疯狂吸氧，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保命用。举个例子，去年呢，我们俩在可可西里5000米海拔的高度，白天呢你高反觉得还能硬扛一下，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真的扛不起。给你们形容一下高反的感觉，喘不过来气，自然而然的就不呼吸了。躺的时候经常是被憋醒，那一天晚上呢就感觉两个人快要无了，你们就快来吃席了。那我们个人给它排序呢，觉得最有用的就是氧气瓶，然后是氧气袋，最后是便携氧气罐。为什么呢？听我们给大家唠一唠。那这个氧气瓶呢，它虽然是15升的含量，但它是压缩氧气，它在充满12个压力的氧气情况下，可以充大约1800升的大气压氧气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氧气袋它是42升，那氧气瓶充满后呢，可以给这个氧气袋充42.8次，可以有42.8个这么大的氧气袋。这个流速呢控制在1，可以连续吸30个小时。那流速控制在2呢，可以连续吸15个小时。当然了，咱们不可能说连续一直吸它嘛。之前呢，拳头在雪山这边爬山，他回来之后呢，就有点缺氧了，量了一下那个血氧是82%。那个时候他赶紧就吸了这个氧气，大概只吸了10秒钟左右，一下就升到96%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没白买。那这个氧气瓶怎么使用呢？很简单，首先呢要给这个空瓶啊加入一些矿泉水，上面有一个阀门，你轻轻的拧开一点，然后我们看这个表，正常的情况下呢，压力充到12就可以了，轻轻拧一下这个，到2就可以了，它就咕嘟咕嘟咕嘟可以吸了，有点爽哎。一点都不浪费的小泉，把这阀门一拧就关掉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氧气瓶也是有缺点，它太大了，而且它很沉。如果是家用轿车的话，可能会有点占地方，但是好用呢是真的好用。这个和氧气袋要加氧都要去医院或者正规的地方才能够给它加氧，还会有轮子就推着去呗。它们里面的氧气规格都是纯度到99%以上。它的价格呢，因为我们是在城镇里面买的嘛，是600块，人家也不讲价。在网上买，加上运费，加上灌满氧气，应该是不到500块。物流的话呢，大概1到2周就可以收到。再来说这个氧气袋，这氧气袋有42升，平时这个地方是锁死的，这块插起来就是防止它跑氧嘛，因为它跑氧会有点严重。把它拔开，把这个管安上，带上，把它推下来，哇，马上就有氧。这个呢就比较方便了嘛，你晚上睡觉它就源源不断给你输氧，你就躺在床上。不用它的时候很重要啊，因为怕它跑氧嘛，给它塞紧。大夫跟我们说，最好是打个结，防止它气体会出来。这个氧气袋呢是袋子42块钱，加一次氧是30块，所以它一共是72块钱一个氧气袋。卖我们氧气瓶的人说这个加一次氧是50块钱，是不是这么一比这个就划算多了？这个氧气袋呢，优点是可以重复使用，缺点呢就是它呢可能你用一段时间就得赶紧跑过去医院去加氧了。这么对比来讲，这个就的确没有氧气瓶那么可以持久性。那它们两个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，它们呢会持续性给你输氧，不是说你想吸它才会给，它会一直给你输氧，会浪费掉一些氧气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你需要持续性吸氧的时候呢，就会使用到。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特别难受的时候，对你身体会好很多。那像是平时白天就还好，两个人还能扛的时候，便携性的氧气罐呢，它会你难受，你吸一口，然后放到一边还有氧，会好一些。接下来呢来说便携氧气瓶，这个我们真的是买过好多品牌，就现在我们手上还有3个不同品牌的氧气罐。那很多人呢都说这玩意儿最鸡肋，但其实呢这要分情况，一共有2个情况。第一个呢是你什么情况下使用，第二个呢是你买到了什么品牌的氧气罐。我们也买过那种10几块钱很便宜的便携氧气罐。首先呢，它这个压力很差，就感觉一摁吧没什么气儿，然后呢吸大概10几分钟就没有了。后来我们在可可西里晚上露营的时候，买了一瓶30块钱的氧气罐，当然这个就非常贵了，在网上买肯定会便宜。我们试了一下，这个非常好用，压力非常足，使用时间也会稍微的长一点。拿我们自己举例，就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在可可西里，那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是能扛得住了，但是呢我们的血氧实际情况是在降低的，嘴唇呢会发紫，这个时候拿出来吸2口，一个白天呢也就是一人用1罐就 OK 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要是连续吸，也就是10几分钟就没了。如果你高反特别严重，我们是非常不建议你们买这种氧气瓶的，太鸡肋了。如果你之前没有尝试过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去露营，那我强烈建议你最好要多备氧气。我们觉得比较好用的是这个，所以那个氧气罐呢，顶多就是你已经适应差不多了，你出去走2步，哎，有点不得劲儿，你吸2口还行。你要说你已经高反很厉害了，它就不要考虑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这个制氧机呢？首先一个点在于，之前我在4000多米海拔市区县住酒店的时候用过制氧机，那个制氧机真的苦不堪言，就是我感觉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制氧能力这么差，就感觉还不如这种便携氧气瓶。当时我们俩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这家店的制氧机太老旧，或者是比较便宜呢？于是我们俩就开始在网上找3到5千块钱左右的性价比高一些的制氧机。正当我们挑好要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提前问了一下车友。我们问的这些车友呢，都有过进藏的经验，其中呢有一个老车友
有，他进藏过9次，什么制氧仪，什么那些氧气仪器他都用过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给他看了这个5000多块钱制氧仪好不好用。不好用，不好用。当时呢，我们就不理解，它上面写着制氧的纯度在93%到96%啊，其实是够我们普通人用了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就这种几千块钱的制氧机啊，它只适用于在平原上。它在平原上呢，确实可以让氧气浓度到达93%左右，但是一旦到了高原就不行了。比如说哈，在海拔5000米的时候，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40%左右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在高海拔地区去制氧就非常的困难，所以说它制出氧的浓度在高海拔就不达标。那是不是就没有在高海拔地区能用的制氧机呢？当然有，但是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贵。我们查了一下，靠谱的高原制氧机都要在1万块钱左右，这还不算要更换的滤芯那些配件。但是贵也有贵的道理，人家那个高原制氧机压缩机也特别的强，各方面硬件也都非常的好，所以说它能在海拔5000米的高度依然能让氧气达到标准。很多人呢都以为我们之前在高海拔地区是去过西藏的啊，不是，其实那一次呢我们是在可可西里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图哈。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我们房车旅行第一次进藏，我们也想多待一段时间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氧气罐是比较靠谱的，性价比也很高，因为无论你在多高的海拔，它里面的氧气浓度都是99%以上，就是加气麻烦了一点。我俩感觉应该也不用加气，是够用的。这些氧气啊，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就是自身能够适应这种高海拔地区。如果自身扛不过去啊，再多这些氧气装备没有用。我们现在录视频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海拔3500左右了，我们已经待了好几天了，就没有高反的反应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是上山前就开始吃红景天，这一年呢爬了各种山，也是有所锻炼，所以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反正有没有问题，这些东西都是有备无患。最好的去适应高反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慢慢上去，不要一下子从一个平原地歘跑到了4000米海拔。如果你们是自驾，当然就慢慢上去了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也可以坐火车去慢慢适应。后面我们在西藏旅程也是慢慢的往上走。目前我们现在手头这些氧气设备是完全足够的。这次呢，我们估计就是2到3个月在西藏的行程。先用性价比最高的氧气瓶。你看，新的一年我们学会了省钱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分享的这些吸氧的设备啊，只是适合我们的这种吸氧设备，它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，这只是我们一个单纯的分享。请不要来杠，要杠就是你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对你有用的话，记得给我们点赞支持哦。好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关注我们，一起开始吸氧自由的西藏房车生活。